我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苏婉，你害死我哥哥去死吧！岁岁，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开啊！苏小姐，你和周家到底有什么恩怨？岁岁哥哥的死，我很抱歉，可那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我只是捍卫我作为女性的权利。他哥那种渣男只是自作自受。对啊，他还要连累苏小姐，简直跟疯了一样！你撒谎！那又怎样？你哥就是我的一枚棋子。周岁岁，你和你那个哥哥一样愚蠢没用。哥，你为他赔上周家，他却连你的死都拿来做戏。苏婉，是你赢了，那善恶终有报。哥，对不起，我来找你了。我真的穿越了。今天不仅是哥表白的日子，也是城西地块竞标底价泄露的日子。这一次，哥哥和公司我都要救。苏婉，钱是你欠我们周家的，我要加倍讨回来。岁岁，睡醒了，等哥今天表白成功，就带你去欧洲好好玩几个月。哥，苏婉不值得。小孩子懂什么？小婉温柔又独立，跟那些拜金的不一样。天底下那么多女孩，你就非她不可。今天你要是敢去表白，以后肯定会后悔。我这辈子非小婉不娶，别闹，再晚直播就来不及了。燕哥哥，你到半岛酒店了，好，我马上过去找你。周岁岁，你说谁？当然是江宗燕啊，你去表你的白，我去见我的人，咱俩互不耽误嘛。表白取消，全部撤走。江宗燕是什么人？他可是我们周家的死对头，你敢去见他，我打断你的腿！你跟江宗燕到底怎么回事？他都跟你说过什么？哥，你先别激动，先看看这个，我找人查了苏婉今天的行程，你表白的酒店，他提前2个小时就到了，并且还跟王导进了同一间套房，2个半小时才出来。说不定只是谈合作，他最近在接触王导的新戏。谈合作需要关起门谈2个半小时，需要瞒着你偷偷订房。哥，你是商人，别用恋爱脑替他找借口。正好听听他怎么说。虽然你怎么突然取消表白了？现场好多媒体都在，大家都在嘲笑我，我真的好难受。小婉，苏小姐在王导套房里谈了2个半小时剧本，还有空管现场的媒体，时间管理做得不错啊。不是的，虽然你别听别人瞎说，那是有人故意 P 图陷害我，是不是江东翠那边的人做的？他们跟你是死对头，肯定想借我搞垮你。我知道江家一直想抢城西的地块，他们肯定是想挑拨我们的关系，让你分心。虽然你千万别上当啊！江宗燕确实一直在盯着城西地块，他做得出来这种事。哥，江宗燕就算再厉害，还能操控苏婉的助理订房？你是真傻还是装糊涂？你动动脑子行不行？你不要觉得就是小婉的问题，商场上的事你不懂，江宗燕这个人是很有手段的。小婉，我知道了，我相信你。看来光打感情牌没用，得拿到苏婉窥伺周氏的铁证，让哥哥亲眼看看这个女人到底在惦记什么。王姐，把提前准备好的通稿发出去，就说周家千金勾结江氏造谣抹黑我。另外，给王副总带句话，城西地块的项目计划可以启动。虽然我怕你误会，特意把证据都带来了。你看，这是王导剧组的工作证明，还有酒店的出入登记。我们那天是带了团队一起谈剧本的，监控只拍了我们俩，是有人故意截取了片段诬陷我。
碎碎妹妹，我知道你可能是听了别人的挑唆，江家和我们周家是死对头，他们利用你离间你和你哥，目的就是搞垮周氏。你年纪小，别被人当枪使了。碎碎，是不是江宗彦跟你说了什么？好一出反间计，苏小姐可真是个优秀的演员啊！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如果我做过这种事，就让我天打雷劈。够了，碎碎，小婉都把证据拿来了，你还要咄咄逼人，快给她道歉！让我道歉？不可能。哥，你先看看这个，咱们家司机老王这半年来账户上多了20万，汇款人是苏婉的助理。你说一个司机凭什么能拿苏小姐的钱？小婉，这是怎么回事？是老王说家里母亲生病，我好心借给他的。我就是心太软，见不得下人受苦。是吗？巧了，我刚让人查了，王叔的母亲10年前就去世了，苏小姐这钱是借给阴间的老人了。虽然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苏小姐，解释之前，先想想怎么圆这个谎。虽然我知道你现在怀疑我，我不怪你，都怪我没处理好这些事。你妹妹也是为了你好，你别跟她生气。这件事我会查清楚。按原计划执行，今晚之前，我要看到周氏城西地块的底价泄露出去。你今天说话太冲了。老王的事也可能是误会。哥，你仔细想想，从你认识苏婉开始，家里的事、公司的事，他是不是都了如指掌？你每次的重要行程，他总能刚好遇上。今天他反咬江宗彦，就是想让你把注意力放到死对头身上。哥，我想进公司帮你，从财务部开始，我帮你盯着账目和内部人员。不行，你一个女孩子懂什么公司运营？好好在家待着，别瞎想。哥，城西地块的竞标底价，你最好今晚重新调整，不然明天你肯定会输。你怎么知道城西地块的事？这是公司机密。你信我一次，立刻调整底价。不信也没关系，我还有别的办法。江总，查到了，苏婉背后是华盛资本，他们想借苏婉拿下周氏的城西地块，再转手给我们。华盛这算盘打得响，周穗安那个恋爱脑，估计被卖了，还在帮人数钱。还有一件事，周家大小姐周穗穗今天不仅阻止了他哥的表白，还查了苏婉和司机老王的事。他好像早就知道苏婉有问题。有意思，看来这周家大小姐比他哥清醒多了。江宗彦，我警告你，少打我妹妹的主意，也少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搞周氏。周穗安，大半夜发什么疯？你公司泄密关我屁事？不是你是谁？除了你江宗彦，谁会盯着周氏的地块不放？还故意接近我妹妹，用她来搅乱我的视线。第一，你公司泄密是你自己内部出了内鬼，少往我身上泼脏水。第二，你妹妹主动找的我，不是我撩的她。第三，你有功夫跟我打电话，不如回去查查你那个宝贝女朋友，她跟华盛资本走得很近，你不知道？华盛资本。林州，再去查一下周穗穗，我要知道她最近接触了什么人，查了什么事。江总，您之前不是说不掺和周家的事吗？我是不掺和，但我好奇，一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怎么会突然知道苏婉跟华盛的关系？是，我马上去查。拿我当挡箭牌，胆子倒是不小。苏小姐，底价已经放出去了，业内都传开了，周穗安那边肯定乱成一团。还有，我们查到周穗穗在查3年前香山那次偶遇的事儿。3年前的证人都处理干净了，都安排好了，他查不到什么。光查不到还不够，你去给他找点事做。另外，告诉王正飞，财务部那边盯紧点，别出岔子。周穗安要是起了疑心，我们的计划就全乱了。周穗穗这个小丫头片子比她哥难对付多了，得想个办法彻底离间他们兄妹。苏小姐放心，少爷今天下午3点去半岛酒店见客户。对，城西地块的资料他随身带着。王叔，我哥的行程你汇报的挺熟练啊。
大小姐，我就是跟朋友闲聊。闲聊，巧了，我昨天故意跟你说我哥带了地块资料，其实他今天根本没带。你说你这消息要是传出去，苏婉会不会白忙活一场？大小姐，我错了，是苏婉逼我的，我一时糊涂啊！把他这些年贪污的邮费、私接活的账，还有给苏婉递消息的录音，全部整理好，直接送到法务部。老王，他就叫我好听啊！一个司机就能知道公司核心机密，说明公司内部的问题更大。王正飞，前世就是他帮苏婉掏空了财务。穗穗，我哥说想跟你见一面，他说有关于苏婉和华盛资本的事要跟你聊。你哥要见我？对啊，他知道你在查苏婉。我跟你说，我哥消息可灵了，他肯定能帮到你。地址我发你了，就在江市楼下的咖啡厅，明天下午。好，我去。江宗彦，正好，我也有事想跟你谈，死对头联手也不是不行。江总已经让小姐约了周小姐明天见面。华盛想吞城西地块，不能让他们得逞。周穗穗想保周氏，我们的目标暂时一致。您是想跟周小姐合作？只是互相利用而已。她需要我的情报，我需要她在周氏内部的便利，各取所需。你最近在查苏婉，还有华盛资本。江总消息这么灵通，怎么？怕我和你抢夺江城的那块地？地块我志在必得，但我更不想让华盛捡便宜。苏婉是华盛的棋子，留着她，对我们都没好处。所以江总想怎么样？合作，我给你提供苏婉和华盛的外部情报，你帮我盯着周氏内部的内鬼。城西地块竞标，我可以让周氏输得不难看，但这块地必须是我的。江总打得好算盘，让我帮你清理对手，还得把地块让给你，总比周氏被华盛掏空，最后一无所有强。周穗安那个恋爱脑守不住周氏，你能？合作愉快，但我有条件，不许趁机驱动周氏的核心业务。成交。江宗彦，你跟我说没招惹他，现在算什么？没什么，跟周小姐谈点生意。生意？我周氏跟你江氏有什么生意好谈？穗穗，过来。哥，我跟江总谈正事呢。正事？他是我们家的死对头，你跟他能谈什么正事？跟我回去。周穗安，放手。哥，你能不能别这么冲动？公司的事已经够乱了，你能不能分点心思在正事上？江总，合作的事按我们说的来，我先走了。快来，快来！哇！小心！周穗穗，你在干什么？江宗彦，你故意的是不是？虽然哥哥，你别生气，是服务员故意绊倒穗穗，我哥是接住穗穗，都怪那个服务员。哎呀，都是误会，穗穗妹妹也不是故意的，大家别伤了和气。周小姐还真是主动啊，当着亲哥的面就往江少怀里扑，看来周小姐跟江少的关系不一般啊。王总说话请注意分寸，刚才是服务员故意绊我，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的，要不要调监控看看？你什么意思？周小姐是我请来的客人，在我的地盘造谣我的客人。王春明，你胆子不小啊！滚出去！江少，对不起，是我嘴贱，我马上滚。没事吧？谢谢。跟我回去，以后不准再跟他见面。可以啊，江总，英雄救美。王春明本来就跟华盛有勾结，我是敲打他而已。是吗？我看着你是冲着周小姐去的呢。难道真的是他？我居然真的被他骗了这么久。
哥，你熬夜了，怎么脸色那么差？碎碎，对不起，之前是哥糊涂，没听你的话。哥，你想通了就好。这是苏婉昨天让我签的协议，说是他朋友的公司能帮我们解决地块的燃眉之急。我昨晚查了，这是家空壳公司，签了，周氏的核心资产就被套走了。他就是冲着周氏来的，感情只是他的幌子而已。是哥蠢，差点把周家的基业毁了。从今天起，公司的财务审计权交给你，你帮哥把内部的蛀虫都清出去。哥信你。哥，你放心，我一定把周氏守好。什么？周碎碎最近要去周氏上班，还要查账？周碎碎，又是你！王副总，周碎碎马上要进公司查账了，你那边处理干净点，别留下把柄。实在不行，就推个替罪羊出来。从今天起，周碎碎正式担任我的特别助理，同时全权负责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所有部门的账目流程，他都有权过问。任何人不得推诿，我希望各位能够积极配合他的工作。欢迎周特主。谢谢各位前辈，审计期间若有打扰，还请见谅。我只查问题，不针对人，希望各位配合。怎么了？周特助，我没什么事。是王副总让你走的？我发现上个月的采购账目对不上，想换报核实，王副总说我工作失误，要开除我。周特助刚来就管起财务部的小事儿了。一个连报表都做不好的实习生，开除了也是为公司好。王副总，我看这份账目不是实习生有问题，是账目本身有问题。你什么意思？你怀疑我做假账？是不是假账，查了就知道。通知审计组，立刻封存财务部近1年的采购账目和银行流水。另外，调取财务部近半年的监控，所有涉及王副总审批的账目全部逐一核对。半小时后，把初步结果送到我办公室。周碎碎，你别太过分！我在周氏干了7年，不是你一个小姑娘说查就能查的。7年的老员工更应该遵守公司规矩。王副总要是没滚，害怕什么？周特助，你先去我办公室做个笔录。账目有问题不是你的错，该走的人不是你。苏小姐，周碎碎开始查账了，她一上来就要查账，再查下去肯定会露馅儿。慌什么？实在不行就推替罪羊。另外，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下午我要让周碎碎在全公司所有高层面前身败名裂。周特助，查到了，王正飞转走的800万里有3笔，一共300多万，是走苏婉经纪人王真的账户转出来的，转账时间都在深夜，备注写的都是项目往来款，但对应的项目根本不存在，对吧？对，我们核对了公司3年的项目记录，根本没有这几个编号。周特助，这些证据真的能把他送进去吗？王副总之前说过，苏婉是周总最爱的女人，在周氏没人能动得了她。这个王正飞说到底他是替别人办事的人，他能自己交代最好。他要还是嘴硬的话，就别怪我公事公办了。那周特助要做什么？你跟我一起去财务部，当着所有人的面先揭穿他的罪行，让他知道他犯的这么大的罪名，谁也保不住他。立刻通知保安部，让他们直接去财务部待命。周特管，王正飞刚才在办公室里打了2个电话，第一个打给苏婉，第二个打给了一个叫陈茂的人。陈茂，副总监认识这个人吗？没听说过，但王正飞这个时候还能联系的人，不会是无名之辈。我已经让人去查这个号码的归属。王正飞挪用公款800万用于境外赌博，霸凌实习员工，走苏婉经纪人王真的账户做资金中转。
这是监控银行流水和王真账户的往来记录，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苏婉的表哥，他在唐城认识多少人，你知道吗？而且我表妹也是周总最爱的女人，你敢动我，他不会放过你的。他不会放过我，他连自己都保不住了，还用他来威胁我？你觉得我哥哥真的会为了一个女人而处罚我？你不会指望苏婉救你吧？不好意思，这事儿我哥也得听我的。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这样或许你罪名还能轻一点。哼，不可能，你休想！既然如此，那我就送你去一个你愿意坐的地方，把他交给巡捕吧。周穗穗，你敢动我！周穗穗，你给我等着！人真被带走了，我还以为苏婉能保住他呢。这个王正飞这次是踢到铁板了。副总监，王正飞经手的账目全部重新核断一下。另外，从今天起，财务部所有的支出审批都要经过你我双重签字审核。明白。周特助，我查了一下王正飞转出的那些钱，800万中有70%最终流向了华盛资本关联的账户。苏婉不只是帮他洗钱，华盛是通过他再给周氏放血。70%，也就是说，苏婉让王正飞挪走的钱，大部分都进了华盛的口袋。那他自己拿了多少？他拿的不多。从这一点看，苏婉只是华盛的一枚棋子。华盛的目的就是想让周氏出现现金流缺口，只要周氏的资金链出现问题，华盛就可以通过其他关口渗透进来，比如城西地块的项目。咱们这边负责城西地块的副总周成是华盛大股东的远房亲戚，他入职周氏的推荐信是华盛那边的人写的。底价泄露那天，他请假没来公司，但实际上他去了城西一家茶室，待了2个小时。请假去茶室，他是在等人，还是在等消息？监控只拍到他进茶室和离开的画面，中间那2个小时的内容不清楚。先不着急动他，让他以为我们还没发现他，让他继续跟华盛那边联系。副总监，派人盯着他，等他下次传递消息的时候，我们就当场拆穿他当商业间谍的行为。你连这一步都想好？既然他们给我们周氏织了一张网，那我们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苏婉，王正飞被带走了。周穗穗当着整个财务部的面把他带走的。周穗安并不愿意帮你，并且周穗穗还提到了华盛。周穗穗果然不简单。王姐，你当初收那笔中介费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那30万的好处费，足够他顺着线摸到你头上了。你什么意思？你是要拉我下水吗？我是告诉你，周穗穗手里已经有一条线连到你了，她现在没动你，是想用你来调我出来。王姐，你需要出点力了。你想让我怎么做？帮我盯紧周穗穗，看她最近在接触什么人，在查什么。明天中午之前把消息给我。周穗穗，你以为你赢了吗？我苏婉可不会那么轻易认输的，你给我等着。你好，我想找一下周总，我有话必须当面跟他说清楚。苏小姐，周总今天行程比较满，没有时间见您。您要是有事儿，我可以帮您转达。那周穗穗也行，我有话想当面跟他说，就说几句话，我不会占用很长时间的。周特助，苏小姐在楼下说有要事面谈，情绪不太稳。好，我明白了。周特助，请您上楼，他在顶楼。谢谢。穗穗，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王正飞是我表哥，他被抓进去，我舅舅舅妈急得快疯了。你能不能看在穗安的面子上放他一马？他是一时糊涂，钱他会想办法还的。苏婉，你来的路上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不知道华盛资本不知道你和王真的账户往来，我是不是真的会被你这副模样骗过去？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什么华盛资本？是不是有人诋毁我了？你不知道？那好，我帮你回忆一下，王正飞转走的钱有3笔是经过王真的账户，最终流向了华盛资本的账户。而你推荐给周氏的每一家合作方，都跟华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需要我一一念给你听吗？你查了多少？比你想象中多得多。你来找我不是为了救王正飞，你是想试探我知道多少。如果能见到我哥哥，你或许还要哭诉一番，继续演下去吧。很可惜，我什么都知道。周穗穗，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想要换作是你，会比我更狠。喂，王姐，
稿子准备好了吗？写好了，但真的要发吗？一旦发出去，咱们就和周氏彻底撕破脸。周总，今天公关部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好几家媒体在问这件事，要求我们做出回应，还有3位股东也打了电话，说这篇通稿会影响周氏的股价，要求您在董事会上做出解释。股东那边你怎么回的？我说还在核实情况，暂时不方便表态。那你现在去告诉他们，这篇通稿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在造谣，我都会对发稿人进行法律追责。周总，您知道是谁发的？穗穗告诉我是苏婉发的。穗穗，网上的舆情你不用管，哥来处理，你只管专心查你的账就行。我哥哥真是越来越可靠了。通告已经发出去2个小时了，转发热度已经破万了。评论区一边倒都在骂周穗穗和周氏，好几个大 V 也转发了。周氏股价已经开始下跌，但是周穗安那边好像没有要发声明澄清的意思。这场舆情对于周氏影响很大，这就是我们的机会。那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我现在去找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这样就可以重新获取他的信任，再次掌握主动权，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可以顺利继续下去了。虽安，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网上那些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对，是我的经纪公司擅作主张，我也很气愤。你能不能见我一面？太好了，我们待会儿见。虽安，你要相信我啊，这件事和我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小婉，你之前，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虽安，如果你不信我，我现在就可以发声明，说那篇稿子就是我经纪公司对你们的诽谤，我表哥他也是咎由自取。你发声明澄清，你不怕影响你自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虽然我只在心你怎么看我，你还愿意相信我吗？虽安，你让我好好想想。虽然你想想，我未来嫁给你，周氏就是我丈夫的公司。你说的是真的？虽然我可以对天发誓。穗穗，你带他来干什么？哥哥，你不要再被这个恶毒的女人给骗了。王真，你自己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周总，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苏婉让我做的。你说什么？是，一切都是苏婉让我做的，包括发稿子诋毁周小姐和周氏这些事都是苏婉安排的，我只是奉命行事。王姐，想办法让这篇稿子尽快上热搜，等稿子发出去，周思安那个傻子会主动找我的，到时我再装一下可怜，很轻易就能获取周思安的信任。周思安那个蠢货肯定会原谅我的。苏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虽然这些都是假的，这些话我没说过，这些录音肯定是他伪造的。够了，你给我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虽然是王真他在栽赃我，这些话我绝对没有说过。那王正飞的钱流向华盛的事情呢？也是别人陷害你。苏婉，你利用我接近周氏，利用华盛的资本做空周氏，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这一切只是你的阴谋。虽然我承认我一开始确实是为了任务才接近你的，但后来我是真的动心了。真是好笑，苏婉，你这演技不拿一个奥斯卡真是屈才了。动心？你是对周氏的钱动心了吧？苏婉，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周穗穗，你害我失去了一切，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哥，你没事吧？穗穗，你说的对，我确实当了太久的傻子。苏婉、华盛、周成，你一个人扛了这么久，哥却什么都不知道。哥，你能明白就好。苏婉从来就没爱过你，她爱的是你的周氏。周成那边你打算怎么做？副总监说他今天下午约了人在城西见面，应该是华盛那边的人，我已经派人盯着了。今天就让他人赃并获。辛苦你了，穗穗，都是哥不好。不，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没有之一。行，你放手去做，哥会做好你的坚实后盾。王真，你居然敢背叛我！苏
我没办法，周岁岁手里有我的转账记录。我不配合他，我就要去坐牢了。我不想因为你把我自己搭进去。你就不怕我把你那些事都抖出来？抖出来吧，我认了。反正我跟着你这么多年，也没落着什么好。周岁岁已经查到我了，苏婉，收手吧，你斗不过周岁岁的。这个女人很聪明。王姐，我们还没有输，你再帮帮我。斗不过，那我们就走着瞧。现在可谓是人赃并获，我们可以收网了。现在进去。我们就要当场撞破他们的好事。我看这个周成还能怎么狡辩。周副总，你泄露周氏的竞拍底价，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没想到你们早就盯上我了。我以为王正飞出事之后，所有线索都断了，看来他终究还是出卖了我。周副总，既然如此，我劝你还是将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我可以对你从轻发落。可我要是说了，华盛那边是不会放过我的。可你要是不说，我也不会放过你的。你已经没得选了。好吧。江总，听说周氏那边的周成被抓了，城西地块的底价泄露已经证实是华盛做的。他怎么做的？周小姐在拿到王正飞交代的全部事情之后，特意隐瞒了华盛的事情，让周成以为自己安全了。周成果然去见了华盛的人，继续窃取周氏的机密，然后就被人赃并获了。有点意思，他倒是挺聪明的，不愧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不过他是漏掉了一点，我来提醒他好了。江总，有什么事情吗？我的人刚刚查到，有人在帮助苏婉销毁他和华盛联系的证据，双方在进行切割。如果苏婉完成切割的话，我想以他的手段，还能骗到周岁安也说不定。燕哥哥给我打这个电话，是愿意帮忙了？我查到一个叫陈茂的人，他是苏婉和华盛之间的联络人。陈茂，王正飞之前也联系了这个人，看来他很重要。谢谢你，我马上去调查这个人。不必了，你下楼吧，我带你去见他。你已经找到他了？上车吧。他就躲在唐城隔壁县城，用假身份租了房子。对了，林州已经给他做了工作，他现在也算是被华盛给抛弃了，很愿意和我们合作。你直接问你想知道的就可以。陈茂，你就是苏婉和华盛之间的联络人？是。苏婉都让你做了什么？让我销毁苏婉和华盛之间的所有交易记录，并想办法让华盛与苏婉撇清关系。但我为了以防万一留了一份。那份记录在哪儿？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然后按照承诺给我一笔钱。有了这些铁证，你哥哥就不会跟个傻子似的相信苏婉了吧？不许你这样说我哥哥！哥，陈茂很顺利就交代了，苏婉和华盛之间的往来记录全部在里面，包括他帮华盛做空周氏和钱的走向，以及空壳公司计划。这些记录直接交给执法员吧。好的，陈茂本人配合度很高，估计立案也会很快。唯一的问题是，苏婉那边或许会逃跑，但那也是执法员的事情了。只要立案，苏婉是跑不了的。幸好有你在，不然哥哥还被那个女人蒙在鼓里。没关系，正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以后可得擦亮眼睛才行。唉，以后真得长点心了。
城西地块项目竞标正式开始，请各竞标方确认底价方案。华盛资本底价2亿2千万，江氏集团底价2亿3千万。如果华盛他们的底价比我们高，那我们一开始就被动了。放心吧，哥，他们的底细我一清二楚。他们的报价我上一世就知道了，周氏绝对可以赢在起跑线上。周氏集团底价2亿4千万，起拍价2亿4千万，请大家开始竞拍。若无人竞拍，自动判定为周氏获胜。华盛资本出价2亿7千万，不愧是华盛集团，一出手就提价了3千万。哥，副总监查过华盛的预算上限，他们在这个项目上的总预算是3亿2千万，但有3千万是留给他们后期运营的，所以真正能用在竞标上的只有2亿9千万，也就是说，他们还有2千万的空间可以加。你确定这个数字准确？确定，哥，你相信我就是了。周氏集团这边是否跟进呢？周氏集团2亿8千万，2亿8千万了，周氏还真是财大气粗啊！跟到2亿9500万就停，如果周氏还能加，我们就跟不起了。希望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吧。华盛资本2亿9千万，哥。如果我们只加价格，加到2亿9500万，华盛的预算就到顶了。但这样我们还不能稳错胜券，毕竟江氏那边还没有出手，他们的预算比我们高得多。这是傅杰整理的仓储区整合方案，我们有底价先手优势。如果我们把这块地旁边的废弃仓储区一起拿下，就能打通整个城西的物流枢纽。相关部门更想选能带动周边产业整合的方案。好，我相信你。2亿9500万，附加城西地块仓储区整合方案。周氏集团2亿9500万，同时是提交城西地块仓储区整合方案作为竞标附加条件。方案内容包括周边废弃仓储区的产权整合和物流枢纽规划。2亿9500万，他们还带了仓储区方案，我们完全没有准备这一块，怎么办？他们是有备而来的，这次是我们输了。这个仓储区你之前查过没有？没有，我们之前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即使我们有更高预算，也没有人家准备充分。倒数3次，2亿9500万第一次，2亿9500万第二次，2亿9500万第三次，成交。太好了，江总，城西地块的项目承让了。你刚才怎么不继续加价了？我知道江氏有这个实力的，你们的预算恐怕比我们还要多一些吧？被你猜到了，你还真是个厉害的丫头。仓储区的方案我没想到，再追加资金也没有意义了。所以你刚才不继续加价，是因为觉得我这个策略还算不错？你已经提前猜到了华盛的心理底线是2亿9千万，对吧？是的。输给一个比我多想了一步的人也不算太亏，不过下次我不会输给你了。他这是把你当成对手了，这个家伙坏得很，以后你可小心着点。管他呢，我们回家。说起来，这次能打败华盛与江氏，拿下西城项目，可多亏你了。都是哥哥教导有方。不过最让我开心的，还是你打败了江宗彦那个混蛋。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打败过这个死对头，我也靠你扬眉吐气一次了。哥，你今天话真多。我不说了，不说了。哎，碎碎等等我。城西地块竞标成功，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他就是周碎碎。碎碎，你跟大家说两句。这次我们能拿下城西地块，是副总监提前了解到了仓储区整合的物流缺口需求，是财务部全体成员重新梳理了预算方案，是物流部配合调整了供应链端口。我只是把大家的工作汇总了一下，功劳是我们大家的。没有你提前布局和想到了附加项目这个策略，单靠价格，我们是拿不下这个项目的。所以你不要谦虚。对呀，对呀，没错，这次周特助功劳最大。苏婉，听说周氏成功拿下城西地块了，陈茂也反水了，这次的计划已经失败，那边让我提醒你一句，你该离开了。走。
我走不走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吧？苏婉，你看看现在的局面，你在唐城已经没有任何能用的棋子了，包括你也已经没什么用处。哼，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这事还没完。既然无法取得周岁安的信任，那就别怪我用那一招。嗯，这是什么东西？一份拍卖会的邀请函，这次可能会有你喜欢的东西，就送一份给你。你怎么知道会有我喜欢的东西？不知道，但你可以去看看，反正你又不吃亏。你这是在约我？你觉得是就是。我今天在公司门口看到江宗彦了，他给你什么了？是一份拍卖会的邀请函。他给的东西，直接扔了就行。哥，就是去个拍卖会而已，不至于吧？岁岁，他那个老男人套路很深，你尽量还是少和他来往。哥，我有分寸，相信我。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他说会有我喜欢的东西，会是什么呢？江总，我说你今天怎么突然想来看拍卖会了？原来是有人陪啊！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周小姐今天真漂亮，江总好福气啊！第一件拍品是一幅字画，喜欢？不是，只是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粉钻。接下来是今晚压轴的拍品——钻石之心。这款粉色钻石净重8.02克拉，起拍价1800万。3号嘉宾出价2000万。这个钻石完全不值这个价，你怎么直接加了200万？怎么了，周小姐？心疼他花钱啊？我没有。江总，周小姐真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啊！成交！恭喜3号买家以2200万拿下这件拍品。不是，它的价值连2000万都不值，你值不值得，得看它的主人是谁了。这个要给我？你不是早就说过这钻石之心很漂亮，你想凑一对吗？现在可以了。我记得这话是我3年前时候随口对甜甜说的，她居然还记得。周小姐，江总为了这颗钻的下落可是已经找了好久了，你还是收下吧。江宗彦，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么贵的东西？就当是算是你陪我来拍卖会的报酬吧。可我这次来本来就是想着偿还之前拿你当挡箭牌拖住我哥哥的人情的。我下次或许也需要你的帮助，就当提前支付报酬了。要不这样，你俩都提前送我一个东西，说不定你俩什么时候也需要我帮助呢？可以，那就送你一张下个月的公司欠条吧。不要啊！这是他套路深，还是真的喜欢我？这么晚才回来，你手里拿的什么？没什么，一个小礼物。是江宗彦送你的吧？拿来我看看。哥，我困了，明天再说好了。最近他俩来往挺密切啊，那家伙是不是盯上我妹妹了？不行，得找个机会敲打敲打这家伙才行。这颗钻石也太好看了吧！是啊，听说这颗钻石是一对，可惜我只找到1颗。没关系的，我和我哥会替你留意一下的。你们几个快来吃饭。这第2颗粉钻就是昨天江宗彦送你的东西吧？是啊，好不好看？他忽然送你这个干什么？就是他觉得好看就买了。他觉得好看，他怎么不觉得天上的星星好看？也给你摘一个下来。哥，你说话怎么越来越夸张了？我就是看不惯他，
明明城府极深，偏偏在那儿装好人。穗穗，我必须要再告诉你。好啦好啦，我尽量离他远一点就是了。最好是。我可以离他远点，但他非要靠出来的话。穗穗，我听说我哥昨天带你去拍卖会了，他还给你买了礼物，是不是真的？你的消息倒是挺灵通的。主要是我哥那个人从来不主动约女孩子的，他约你还给你买东西。穗穗，你难道看不出他什么意思吗？甜甜，你别多想，或许就是随手送我这个搭子一个小礼物吧。随手？他都没对我这个亲妹妹随手过呢。穗穗，我感觉他真的是对你动心了，你听我的，抓住机会，然后当我嫂子。哎呀，别胡闹了，甜甜。真的，我哥可从来没对女孩子那么上心过呢。以前就算再好看的姑娘站在他面前，他都懒得多看一眼，但他对你不一样。好好好，那看来我已经入了江少的眼了。没错，不对，嫂子加油！燕哥哥，让我出来是找我有事吗？发现一家不错的早餐店，顺路给你带了一份。谢谢燕哥哥。让人查了一些周边评分高的早餐店，够你吃1个月不重样的。你的意思是天天给我送早餐？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我家和你公司是反方向吧？那也顺路。晚上有空吗？又请我吃饭？上次我们2家一起吃饭，你说那家店菜偏咸，这次我换了一家，我们提前试试，如果合口味，下次在聚会的时候就订那边。这种小事你还记得？我记性好。穗穗，我听林州说，我哥打算天天给你送早餐哎。你哥还说让我的早餐1个月不重样，那不就是想追你的意思？他怎么不对别人这么好？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算，当然算。我哥那个人最懒了，还能特意记住别人的喜好，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他对你真的上心了。你们要多接触接触，争取早日修成正果。好好好，我知道了。穗穗好样的，那我等你好消息。穗穗，城西地块的仓储区整合方案已经批下来了，上面那边对咱们的方案很满意，接下来就是落地执行了。那咱们需要配合物流部那边重新排工期了。对，而且江市那边的人今天联系了我，说想参与仓储与整合的配套建设。燕哥哥叫得那么亲，他这个老男人口口声声说是2家合作共赢，可我怎么觉得他是想借这个由头跟你多接触呢？哥，那你怎么回复的？我没直接答应，但我说了可以谈。哥，你这次居然没有一口回绝他。虽然不想承认，但江宗彦是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且江氏加入进来也算是一件好事。赶紧忙你的去吧，别让我看见你那副替他高兴的表情。江总，周氏那边说仓储区整合项目可以共享，但具体合作的范围需要面谈。面谈？和谁谈？是周穗穗小姐。那他什么时候来？他说下周1可以，那就帮我把那天的时间空出来。如果空出整整1天的时间，您的工作恐怕会有些赶。没关系，你陪我加班。唉，苦逼的打工人啊！哥，你这么晚了还出门？公司有点事情没有处理完。哥，你是不是因为把周1的事情都推掉了，今晚就熬夜加班了？不是，
我不加班。不是就不是，那今晚不要太辛苦哦。他真的喜欢上穗穗了？我感觉很有可能。太好了，穗穗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他们俩要是能成，那我就太高兴了。是啊，我就双手双脚赞成。仓储区的整合方案我已经让副总监重新梳理过了，周氏负责前期土地整理和产权整合，江氏这边可以与我们一起合作的是物流枢纽的配套建设，具体的分工可以按照这个框架来谈。这个框架没有问题，细节你们直接和周小姐对接，不用经过我这边。周小姐，你们那边的工期预计什么时候能启动？土地整理已经开始了，产权整合还需要2个月，物流枢纽的配套建设可以在3个月后同步启动。如果你们这边前期准备工作能跟上，工期应该是匹配的。我们这边前期可以配合，只是预算需要先确定下来。预算部分，江总的意思是按比例分担，还是先由周氏垫付？按比例分摊，周氏、江氏55出资，我能让步，周氏可以拿到主导权，但条件是后续项目的执行需要你来敲定。这个条件我可以接受。中午有空吗？你这个开场白最近是不是用的有点多了？那换一个，你想吃什么？既然是你请客，我都可以。那走吧。你今天在会议室里主动让出决策权，是想要让我主导这次项目，是为了让我以后多来江氏开会，或许是觉得我是个可造之材，让我多磨练磨练。都有。你这个都有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你说了算。那我可记住了。好。我哥发来消息，问你有没有刁难我。你回复他，我从未为难你，往后也绝不会。那我回公司了。明天早上我去给你送早餐。你真的要天天送吗？很麻烦的。顺路。看你们俩表情不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周特助，仓储区物流枢纽的供应链端口出了问题。我们原计划对接的6家公司，其中2家今天上午同时向我们发了解约函，说无法继续合作了。2家同时解约，理由是什么？理由都是业务调整，而且很痛快支付了违约金。项目刚进入实质阶段就来这一手，这个时间点太巧了。这2家公司的运量占我们整个仓储区物流计划的40%，2家同时退出，对我们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绝对不是巧合，我想这背后肯定有人捣鬼，会不会是华盛那边？就是他们，他们这个时候搞事情，就是想让我们把这个项目搞砸。可短时间，这个运力缺口我们也很难补上。我去想想办法。副总监，能不能联系一下其他的公司？我尝试过，他们的口径相当统一，都说已经接了新的订单。黄胜那帮人真是欺人太甚，对方这是早有预谋。哥，你先别急，我去找江总想想办法。我可不会求他，你不要去。周总，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度过眼前难关才行。燕哥哥，你这是在刻意等我？我听说了周氏这边物流合作出事的消息，华盛这段时间频频公关那2家公司，目的就是想从供应链端口卡住周氏的物流枢纽。那你来找我，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是，我和你一起去见周穗安。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欢迎你。哥，你先听江总说完，他这次是来帮我们的。周穗安还没沦落到被他搭救的程度。周穗安，我希望你能明白，黄胜卡住周氏的供应链也会对江氏有影响，我也不想让他们得逞。这些年了，你为什么还是那么小孩子脾气？你少在这里教训人，即使这件事和你有牵扯，那也不代表你能掺和周氏内部的事。这件事情我周穗安能处理好。哥，现在不是我们内讧的时候，我们需要联起手来共抗外敌。那你先说说，你怎么解决？那2家运输公司解约的真实原因，我想你们都清楚。张远就是一直在背后针对你们周氏的人。张远为了破坏这个项目，
开始投入大笔资金让利和公关。但华盛在唐城根本没有自己的物流网络，也只能用一些挖墙脚这种肮脏的手段。那现在怎么办？我们也尝试过了，再找新的运输公司至少需要2个月，工期肯定要延后。我有一条方案，江氏在唐城有现成的物流合作网络，可以临时顶替那2家公司撤出的运力缺口。但我的条件是，周氏把仓储区前3年的运营权给江氏。姓江的，你这是趁火打劫！不是趁火打劫，我们是公平交易。哥，江总说的对，如果我们各自为战的话，他们就能对我们各个击破了。运营权可以谈，但我有条件，你不准利用这个端口来卡周氏的供应链。周氏和江氏的合作只在项目层面。合作愉快。江宗业，方案我看过了，运营权可以给你3年，但周氏保留随时回购的权利，回购价格按市场评估价上破 15%。运输公司的对接名单你确认过没有？我们核查过了，资质和运力都没有问题。那行，就按这个方案推进。我说了，项目归项目，你不要趁机威胁穗穗做什么违背他意愿的事情。好了好了，咱们先谈正事。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再见，最好再也不见。江总，刚收到消息，张远通过中间人在查周氏和江氏共用物流专口的具体内容，想知道我们2家是否还在继续合作。这个人果然贼心不死啊！那我们要不要再加一把火？比如释放消息说我们和周氏闹掰了？不必，只要我们能稳住其他供应链公司，对方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罢了。那我们要不要？我想穗穗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周总、周特助，江氏提供的3家运输公司全部进场了，咱们的运力已经恢复。华盛那边暂时没有新的动作，但我查到张远最近在频繁联系剩下的几家物流设备供应商，不排除对方有鼓动其余公司与我们终止合作的可能性。副总监说的没错，我建议我们尽快下手，用高回报和代额赔偿金彻底稳住4家公司的合作。那你立刻去办。江总，有什么事吗？我想你已经想到张远还没有善罢甘休吧？多谢燕哥哥夸奖，只要把最后几家公司稳定下来，华盛就别想在西城这边做文章了。那4家供应商的心理价位与华盛的许诺价位我已经查到了，华盛开出的价格比你们高2成，除了张远答应他们赔偿违约金之外，还外加3年长期合同。这是张远的极限了，如果你要截胡，条件比华盛好一些就可以了。那就给4年合同，外加仓储区物流设备订单。设备供应商看中的不是价格，是稳定的订单量，这个条件他们拒绝不了。有魄力，我这边会提供履约担保，让他知道江氏也参与合作，这样会更稳妥。王总，合同条款您已经看过了，在合同的基础上，订单量会逐年递增。您应该清楚，订单量就意味着稳定的收入。4年合同我看到了，订单量的具体是按照什么标准计算的？仓储区启动后的物流设备需求量，按每年运营规模递增 15%。另外，江氏也将会为我们背书，2大集团强联合，你们不会吃亏的。合作愉快。哥，4家供应商顺利完成了与我们的合作，他们要是被收买想反悔，光违约金都要让他们赔到破产了。他们全部签了新合同，居然这么快。这次多亏了燕哥哥，是他先查到供应商信息的，他说他可以配合周氏。他这次确实不是来添乱的。江总，周氏那边已经签下3家供应商了。华盛的张远今天上午还在联系最后一家，但对方已经明确回绝了张远的提议。他投入了那么多资金公关，结果全都打水漂了。这么大的损失，张远在华盛的日子会相当艰难。那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先静观其变？哥，剩下供应商全部签下来之后，张远也没有再联系其他渠道。听说华盛总部那边已经开始查他的账了。他的预算全部花在了没有结果的事情上，总部不会放过他的。那这次的事看来是解决了。穗穗，这次能这么快解决，江宗彦确实帮了大忙。如果没有他提供的供应商信息和履约担保，
我们不可能这么快搞定这些供应商。哥，你今天怎么忽然替他说话了？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说事实，在商业上，他确实比我强得多。其实他这个人不坏，生意归生意，他这个人的人品还是有待商榷的。张远今天上午离开唐城了。他走了？供应商全部稳定下来之后，他在唐城没有可以做的事了。华盛总部要求他回去对账。这个人还真是可恶，希望华盛好好收拾他一顿。但这个人背景不一般，或许还会卷土重来，但我会派人盯着他。谢谢你啊，燕哥哥。不客气。那你晚上有空吗？当然。通过城西地块这件事，你已经获得了咱们周氏高层与员工的认可。这是下周海事 AI 峰会的邀请函，我走不开，你代表周氏去一趟。我一个人去？事业部的总监张丽会跟你一起去，还有财务部的副总监。哥，你是想让我开始接手对外业务了？现在大家可是都知道，周家大小姐不是来混日子的。这次峰会是个机会，去认识一些人，对你以后有好处。还有个事儿，江宗彦那边好像也收到了邀请，听说他会去，你们注意保持距离，最好是不要搭理他。他去他的，我去我的，又不冲突。听说你要去海市出差，嫂子，我哥也要去，你们是不是约好一起去的？不是约好的，是我哥让我去的。反正你们都要去，海市那边可好玩了，海边、夜市，还有那个超有名的旋转餐厅，你到时候可以在那里假装偶遇啊。甜甜，你说你哥他是不是对所有女生都这样？哪样？就是送东西、帮忙，说一些让人误会的话。那肯定不是啊！我哥从小到大就没送过女生东西，连我妈过生日他都是让我帮忙挑礼物的。你是第一个，穗穗，你不会到现在还觉得他只是把你当妹妹吧？不知道。周特组，我刚收到消息，峰会办方那边临时调整了嘉宾名单，杰森也会到场。他是我们这次想重点接触的算力工程师，如果你方便的话，到了海市可以先约他见一面。好的。我可听说江氏集团的大少爷江总也去呢，周特官，这次出差怕是不简单哦。工作而已，我们是去谈合作的。周小姐您好，主办方为您安排的是顶楼8806号房，这是您的房卡，需要我带您上去吗？不用，我们自己上去就行。那我先去放东西，等会儿楼下见。好。你也在顶层？我就住你隔壁，主办方安排的。哦，约了人？约了 Jason 谈合作的事。他今天下午才到海市，你现在去，他可能还在倒时差。可我约了今晚。他住8809，你要是不信，现在可以去敲门试试。明天上午约了他谈事，你要是不介意，可以一起来。你也要找他？你那边也需要算力架构？是啊，你怕我跟你抢人？开玩笑，我是怕你抢不过我，然后哭鼻子。那就明天一起谈，看看谁抢得过谁。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之前偶然看你喝过几次。谢谢。
你们俩是一起来的？江宗言，你约我谈事还带家属来，我还以为是多正式的场合呢。杰森先生，我与江先生不是一起的，我是代表周氏集团，希望能和你合作。杰森先生，周氏集团这边对您的算力架构方案很感兴趣，具体的合作条款，副总监应该已经跟您对接过了。他是发过邮件给我，不过我还没细看。现在看也行。你们两个今天到底谁做主？我怎么感觉你俩是一个阵营的？放心，我们不是一个阵营的。好，我姑且假装信了。周氏这边可以提供比市场价高出15个点的签约费，同时项目分成比例也可以再谈。江氏这边可以给你国内最完整的算力测试环境，你不需要再另外搭建。这个条件你在任何一家都拿不到。你们两个给我的条件让我无法拒绝，但可惜我只有一个人，让我好好考虑一下。不可惜，我们两家根本就是合作伙伴，两家你完全可以两边同时对接，这样对你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我就说你们是一伙的吧。在想什么？在想杰森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合作有戏，你不用多想。峰会的晚宴7点开始，你还有时间回去换身衣服，记得坐我旁边，我怕你走丢了。你刚才说今晚的晚宴要我坐你旁边？我这人比较缺搭子。江总，您来的正好，我刚才正跟周小姐准备去认识一下中科馅料的陈总，我正好有点事儿，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正好我和陈总认识，那就我带周小姐过去打个招呼。还说不是一对，骗鬼呢！你刚才是随便找个借口拉我过来，还是真的想带我认识陈总？你哥提过你想接触中科输量那边的事情，正好陈总今天在，机会难得。陈总，好久不见，这是我的朋友，周氏集团的千金周小姐。周小姐年轻有为，周氏集团后继有人啊，改天可以来公司坐坐，我们详细聊聊。等回唐氏，我一定登门拜访，多向陈总请教才是。陈总对我这么客气，是因为你提前打过招呼吧？也不算特意打招呼，就是跟他说了一声周家的小姑娘想见他，让他别摆架子。你们很熟？3年前偶然救了他儿子一次，也算是认识。那么大人情你就用在这儿了？那人情放着也是放着，能用上就不算浪费。你不是说要帮你哥分担公司的事吗？算力供应商这线周氏一直没赶通，陈总是最合适的人选，对我来说就是顺手的事儿。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帮别人？你看我像经常帮别人的人吗？明天峰会主论坛，你坐我旁边，前排位置，视野好，能听清楚发言内容。早上8点半，别迟到。你旁边不是留给江氏公司的人做的？我说了算。接下来有请本次峰会的特邀嘉宾江氏集团总裁江宗彦先生为大家分享他对算力产业未来的见解，大家欢迎。算力基础设施是未来10年的核心竞争力，它的价值不在于硬件本身，而在于它能承载多少可能性。比如周氏集团最近在算力领域的布局，就是从传统行业向科技转型的一个成功案例。他提到你了，我听到。我今天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刚才江总提到了周氏集团的转型案例，正好周氏集团的周小姐今天也在现场。不知道周小姐对江总刚才的观点有没有什么回应？江总说的对，算力基础设施的价值在于承载可能性。周氏集团目前正在搭建自己的算力架构体系，也欢迎在座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今天现场来了不少年轻面孔，一直听说周氏最近在算力领域布局动作不小，都说周氏在这个领域已经做到了行业龙头的位置。周特助对此怎么看？这个问题应该是有人故意刁难我们，才让他这么问的吧？主持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要不先让杰森分享一下他的新架构方案。刚才在后台聊了几句，听说干货不少。可是，我只说一遍。好的，好的，那先有请杰森先生。刚才忽然被点名，是不是被吓坏了？没有，就是有点突然。你在周氏做的事，业内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刚才主持人点你，未必是坏事。我倒也没想这么出名。有困难就和我说，我会尽量帮你。谢谢副总监。周小姐，我刚才那套方案你感觉怎么样？有几个地方我很感兴趣，具体落地还需要再核对一下数据。我也是这么想的，回头我把完整的技术文档发给你，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对了，江刚才在后台跟我说，让我优先考虑周氏的算力需求，他对你的事倒是很上心的。杰森说你在后台让他优先考虑周氏的算力需求。他那个方案对硬件环境要求高，周氏更好能提供。我只是告诉他实情。你帮了我这么多，我怎么报答你？我帮你的时候，没想过让你报答。下午没事了，那你该准备回去了。你哥刚才给我发消息问你几点到。他给你发消息？你俩不是早就互相拉黑了吗？不知道，可能是为了你才有打听的。我已经让秘书等你了，一路顺风。我刚刷到一条消息，说江宗岩这次来海市本来没打算待这么久，是临时改签过来的，据说是为了某个人，网上都在猜是谁。他们就知道瞎起哄。也对，不过我觉得猜得很准。这一趟还顺利吗？饿不饿？厨房留了饭。顺利，杰森那边基本谈妥了，也和中科算力的陈总见了面，他说欢迎我们过去聊。还有江宗彦他怎么了？陈总是他引荐的，杰森那边的对接也是他帮忙搭的线。他倒是对你挺上心的。对了，江伯母下午又打了一次电话来，说让你明天晚上过去吃饭，他说要给你做糖醋排骨。好啊，我明天去。哎呀，穗穗最近怎么又瘦了？在海市那边没好好吃饭吧？伯母好，只有您做的饭才最合我胃口。那今天多吃点儿。伯母今天做了糖醋排骨、清蒸螃蟹，都是你爱吃的。哥，穗穗来了，你也不出来打个招呼？他又不是第一次来。别理他，他就是嘴笨，不然也不会单身到现在了。还以为你饭后只会待在书房，怎么有空出来散心了？你今天话特别少。陈总那边来消息了，你的方案对接很顺利，杰森也明确表示愿意两边同时合作，你那边可以准备推进下一步了。吃饭的时候你还要盯着进度？顺便而已。你这个顺便可真是够简单的。明天有空吗？吃饭还是缺搭子？中科算力的项目具体推进流程已经做好了，我让林州整理了一份文件，你可以拿回去看看。你连这个都提前准备好了？也是顺便。这是什么？中科算力的项目推进流程是林州整理的，江宗岩让我拿回来看看。他这对你可真好啊，连项目推进流程都给你准备好了。毕竟我们两家都是让杰森接手这件事情，也算是半个合作伙伴了。穗穗，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哥，这件事我会处理好，你信我就行。行，你自己把握。这个项目如果需要公司这边配合，你直接跟各部门打招呼。但是，我还是劝你离江宗彦那个老男人远一点。知道啦。周特助，找我有事。中科算力的合作项目后续可能会涉及财务预算和资金调配的事务，想提前跟你沟通一下。进来说。中科算力的项目我听说了，
前期预算大概需要多少？有初步规划吗？前期主要投入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上，具体金额还要等方案确定后才能定下来。但我估计规模不小，所以需要提前跟你打个招呼，预留一些资金。这份流程是你自己做的？是江氏那边帮忙整理的。江总的确很关注这个项目。行，预算的事我会提前做好预留空间。谢谢副总监。周特主，杰森那边把完整的技术文档发过来了，我初步看了一遍，数据很完整，落地可行性很高。辛苦你了，张姐。这份方案你直接同步给技术部那边，让他们先做个可行性评估。说实话，杰森这个方案能这么快定下来，江总那边的对接确实帮了大忙。要不是他从中协调，咱们制定这份计划至少得多花1倍时间呢。周氏自己也有能力推进，只是时间问题。那倒是，不过有人愿意帮忙，总归是好事。对了，江总那边有没有说后续怎么配合？他说两边同步推进就行，不需要单独向他们那边汇报进度。行，那我先去技术部了。江总，杰森那边的技术文档已经发给周氏了，另外中科农量那边也确认了合作意向，具体条款正在拟定，预计下周就能完成最终签约。周穗穗那边有没有提什么要求？暂时没有。周小姐那边很顺利地对接了杰森和中科环量，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并没有额外提要求。还有一件事，您让我关注的苏婉那边最近似乎有些动静，他让人在打听江家的情况，尤其是夫人刚刚生病的事。你说什么？苏婉这个人并没有消停，是他的人私下接触过医院那边，具体打听什么目前还不清楚。加派人手盯着他，如果对方有任何动作立刻汇报。我妈那边也安排人看着点，另外安排人手暗中保护好穗穗。明白。您好，我是来探望住院的亲戚的，请问江夫人的病房是？88号病房就是。谢谢。江总，苏婉果然去了医院，在夫人的 VIP 病房那层出现过，待了大概10分钟。我朝那个方向看了好几次。人呢？走了，从楼梯间离开的。继续盯着他，我倒要看看他想玩什么花样。明白。苏婉，难道这个蛇蝎女人又想要搞事情？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苏婉那个女人似乎又在背后搞事，这次竟然盯上江夫人了。她这是什么意思？她想动江家的人。我得去一趟江家，张姐，文件你先放着，我回来再看。行，你自己小心点。穗穗，你可来啦！好，先这样。穗穗来的正好，我正说一个人无聊呢，快来坐。伯母，您好点了吗？怎么忽然就病倒了？我就是日常调理调理，没什么大事，还劳烦穗穗你，还特意来看我。伯母说的哪里话？我来还不是应该的吗？正好今天我路过，就过来了。你现在应该是上班时间吧？怎么路过？你这孩子会不会说话呀？看到我发的消息了。苏婉来医院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女人很有心机，你要多加防备才是。我让林州加派了人手，没事的。他这个人做事没有底线，我怕他会用一些下三滥的手段。明白，倒是你自己要小心。
他这次最终的目标肯定是冲你来的，你不该单独来医院的。那我更应该来。万一要是因为我让伯母被牵连，我会后悔死的。王姐，好久没联系了。我知道你不想接我电话，但我建议你最好听完再挂。苏婉，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你的事我已经不管了。我现在已经是一条丧家之犬，我知道你会再帮我一次，而且你一定会帮我的。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不光负责帮着王正飞转移公款，一手策划了我与周虽安浪漫相遇的全过程，还帮忙往周氏安插华盛的人。这些事情周小姐可是还不知道呢。她能放过你一次，那这件事呢？你要干什么？王姐，你帮周穗穗背刺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也不干净？那30万你早就洗完了，但转账记录还在。我把那份记录往穗穗手里一递，你觉得她会怎么想你？你想让我做什么？很简单，你在市中心医院那边有人脉，我要你帮我查清楚一件事。江夫人什么时候出院，走哪个门，身边跟多少人？知道了。护士小姐，我想问一下，住3房的那位家属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怕打扰人家，就没好意思进去，只能询问一下你了。您是江夫人家的朋友，江夫人恢复的挺好的，不过她上午刚做完复查，现在正在休息，您晚点再来比较合适。好的，那我改天再来，谢谢。王主任，我想了解一下。江总，医院那边有情况。今天上午9点左右，一个女人在 VIP 病房区逗留了大概3分钟，还问了护士江夫人的情况。我们的人跟到电梯口，拍到了她的侧脸。人认出来了吗？拍到了一张，虽然不清楚，但我们还是确认了对方就是王真。他和苏婉不是已经翻脸了吗？怎么现在又帮他做事了？具体原因还不清楚，但这两人肯定憋着坏呢。他手里还有什么能拿捏王真的筹码？你去查一下王真近半年的银行流水和行程，看看有没有异常。明白。王真与苏婉再次合作了，周穗穗。王真，他怎么又去找苏婉了？上次真就不该放过。喂，你刚刚说的消息准确吗？你确定苏婉又找王真了？医院的人拍到了王真的侧脸，他在9楼待了3分钟，问了护士我妈什么时候出院，不过他并没靠近病房。王真不是已经跟他翻脸了吗？他手里是不是有王真的把柄？我让林州去查王真近半年的银行流水了，能让他回头帮苏婉做事，只有2种可能：这个人要么被逼迫，要么被收买了。那你打算怎么办？伯母那边需不需要加强安保？已经加了，苏婉如果有动作，我这边会先收到消息。你那边也注意，他未必只盯着我妈。我明白。为什么要针对江母？苏婉和王真这2人到底要搞什么花样？医院那边我托人问清楚了，江夫人后天上午办出院手续，大概10点左右从西门离开，会有专车来接，随行人员不多，就2个保镖。后天上午10点，西门。这些信息你确定吗？确定，我找住院部的人确认过。很好，你这次做得不错。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做好你的事就行，其他的不用管。你妈出院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后天上午10点。我听说你最近在盯着一个女明星，是有什么事吗？他盯上我妈了。他敢！宗爷，你打算怎么办？需不需要我出马？后天我会亲自去接我妈。什么？他们好大的胆子！哥，那我后天也去。你那天不是有课？课可以请假，万一苏婉真带人去闹事，多个人多个帮手。好，一切小心。爸，我知道了。江宗彦最近在病房外面派了人手，
最近想靠近他不太可能。靠近他？我什么时候说要靠近他了？那你让我查他出院时间，我要的不是靠近他，我要的是让江宗彦知道他母亲被人盯上了。他越紧张越愤怒，就越会把精力放在江家那边，而一旦他的注意力被拖住，他暗地里对周岁岁的保护就会出现缺口。江宗彦居然派人在保护周岁岁，你是想利用江夫人来牵制江宗彦？他住院的每一天，一向孝顺的江宗彦都会来医院，而那个时候，我针对周岁岁的计划就可以实施了。你打算在医院动手？医院人多眼杂，我不会蠢到在那里下手。我要的是制造一场意外，在江夫人出院那天，安排人假扮闹事的家属冲撞她，让她摔倒，不需要伤得太重，但必须让她回到医院躺着。你想让江夫人受伤？她伤得越重，江宗彦就越顾不上周岁岁，而周岁岁越担心江夫人，就越会往医院跑。她跑得越勤，就越容易落单。你这是在玩火！我已经被他们逼到绝路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听说了吗？前面有送鸡蛋的活动，大家快去领啊！喝完就没有了。快点，快走！夫人，你小心！拦住他们，别让任何人靠近。没事，没事，就是绊了一下。先回医院检查一下再说。说，是谁指使你干的？对不起，我只是不小心，真的对不起。是不是当我是傻子？妈，您真的没事吗？要不要做个全身检查？就是被推了一下，腰腿有点疼，不碍事。您先在医院多住几天，等彻底检查完了再出院。宋妍，刚才那个人……您放心，我会处理好的。甜甜，妈就交给你了。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吗？在我们的请求下，有关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3天前，他的账户收到一笔20万的转账，汇款方是一个叫宏达文化传媒的公司，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苏婉。你觉得苏婉一个被通缉的人能保得住你？我劝你赶紧老实交代。我说，是王真找的我，让我趁乱推那个老太太一把，越重越好。这个苏婉还真是好手段啊！什么？伯母又受伤了？人没事吧？岁岁，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江伯母出事了，我要去趟医院。你现在这个状态不能开车，我送你吧。不用，我自己可以。我得赶紧去见伯母，是她从小照顾我长大的。你连车钥匙都拿不稳，怎么开？你要是路上再出点什么事儿，谁来照顾江夫人？我送你去医院，路上你可以给江宗明打电话问情况，到了医院我就走。谢谢。这次的事情果然是苏婉那个女人干的。你打算怎么办？她触碰了我的底线，这次我不会再给她任何翻身的机会。需要我做什么？谢谢，我自己来处理吧。伯母，您怎么样？伤到哪里了？岁岁别担心，就是摔了一下，胳膊擦破点皮，没什么大碍。就是他们兄妹非要我再住2天观察观察。才不是擦破点皮，那个明明就是故意撞过来的。要不是哥反应快，妈就要出大事了。伯母，对不起，苏婉是冲着我来的，她是恨我才把主意打到了您身上。你这孩子说什么呢？坏人做坏事，那是坏人的错，跟你有什么关系？
理论上说，苏婉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所以说，他的下一步行动要开始了。我大概猜到他的计划了。你敢不敢和我玩一出将计就计？我的想法和你一样，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尽快将他绳之以法。不过苏婉的这个计策还真是够差的。自从他造谣你们周氏的黑料被曝光后，加上张远已经放弃了他，被警察通缉的他只能四处躲藏。我看苏婉这种女人，也就你哥哥能被骗得团团转。不许再说我哥哥。好，那我们分头行动。我会减少你周围的安保力量，给他示弱。什么？你居然一直派人盯着我？有我在，你就不会出事。张姐，从今天开始，我下班之后不用安排司机了，我打算自己开车回去。自己开车？周特助，你下班都天黑了，要不还是让司机送你？张姐，我有我的安排。行，那您自己小心，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周小姐，您的充电器来办公室了。还有，我刚才看到车库外面停了一辆黑色面包车，看着鬼鬼祟祟的。我知道了，张姐，你先回去吧，我等个人。周特助，要不还是让司机送您吧。放心啦，张姐，先回吧。我出发了。我一直在。穗穗，我听说你今天怎么自己开车回来了？我就想自己开车散散心，我都是个大人了，不用担心我。你自己小心点，不要去偏远的地方。知道了，哥。燕哥哥，他们果然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已经开始后悔提出这个计划了。我倒是很期待着这个计划呢。对方还挺谨慎，看来我得故意卖更多破绽出来了。周小姐，我们不想伤害你，所以希望你能好好配合我们，跟我们走一趟吧。有人想见你。是苏婉让你们来的。别废话，赶紧上车。人抓到了。带到我指定的地方去，等我下一步消息。明白。苏婉给了你们多少钱？我可以双倍给你们，只要你们能放过我。别问你不该的。苏婉，怎么是你？虽然哥哥，好久不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穗穗现在在我这边做客了。什么？你想干什么？我想要的不多，给我准备2个小目标，2个小时内准备好，然后按照我给你地址，你亲自把钱送过来，不然小心周穗穗的小命。苏婉，你敢动他一根头发，我秦大山也不会罢休。那就看你动作够不够快了。你怎么在这儿？来陪你去救穗穗。你怎么知道？算了，我们赶紧走吧。放心，穗穗不会有事的。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什么叫他不会有事？他被人绑架了，你跟我说他没事儿？这本来就是一个计划。
你敢拿碎碎当诱饵，信不信老子打死你？是的，我只是想一劳永逸的解决掉这个麻烦。但愿碎碎没事。带我去找他。跟我上车。什么？钱还没到，叫那个女人快一些，别想耍花样。喂，美女，你哥是不是不舍得花钱救你，害得我们也没拿到钱？你觉得苏婉会给你钱吗？真是可笑，我哥不会给他钱的。至于他自己，大概率裤得比脸都要干净。你少在这挑拨离间。我不是挑拨，我是告诉你，你现在放了我，然后想办法把苏婉骗过来，还能全身而退。再晚10分钟，你想走都走不了了。什么？钱还是没到？他不会是想反悔吧？他到底还想不想要人了？这女人不会是真没钱吧？我不是早就告诉过你了吗？苏婉根本就没打算给你钱。可恶的女人，你给我闭嘴！看过港片没有？你就属于是那种背锅的小马仔。就算苏婉拿到钱，你们也只有替她坐牢的份儿。那你说我该怎么做？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确认人抓对了，顺便把你们的钱带来。他要是不来，你就说见不到人就直接放了我。他真的会来？他会来的。他现在已经是狗急跳墙，别无选择，就靠这大赚一笔，然后出国呢。苏小姐，人我是带来了，但我怎么确认这就是你要的那个周穗穗？万一我抓错了人，钱拿不到，我还要把自己给搭上。你得亲自过来看看，验验货才行。你现在开个摄像头给我看不就行了？我不开摄像头，你要是不放心就算了，我现在就把人放了，这笔买卖我不做了。放心，他会答应的。不过他来的时候，外面可能不止他一个人。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从一开始就没得选。等苏婉来了，我们直接威胁你哥哥，岂不是省下了中间商赚差价？想法不错，可惜贪得无厌，注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什么意思？苏婉，那个人的要求有点奇怪，他为什么非要你亲自去？因为他不确定抓没抓对人，这很正常。他怕白忙一场。再说了，周虽然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钱已经准备好，但要我亲自去。他妹妹在我手上，他能不听我的吗？行，但你要小心。人呢？在里面。不许动！全部蹲下！早就……苏婉，你从决定动手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输了。为什么？穗穗从出发那一刻起，我就联系了警察，警察与我的人就一直跟着那辆面包车。你为他抓住了穗穗，实际上你这是在自取灭亡。你……老实点！你知不知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都要吓死了。哥，我没事，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说到底也都是因为我，对不起穗穗，我们回家吧。燕哥哥，谢谢你。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江宗彦，什么时候你的心也开始变红了？苏婉居然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穗穗，以前我总觉得他是被逼的，是有苦衷的，现在我才明白，有些人就是纯粹的坏。哥，苏婉的事情彻底结束了，我们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行。明天江婆母要是让你过去吃饭，你就去吧。知道了。穗穗，伯母看你越来越瘦了，以后可得多来家里吃饭，我给你好好补补。手腕的红痕是怎么回事？
谁欺负你了？伯母，这孩子怎么哭了？妈，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穗穗，你刚才叫我什么？我叫您妈。您从小就照顾我，给我做饭，哄我睡觉，我早就把您当妈妈了。这次都怪我，差点连累了你。好孩子，我等你这一生，等了10几年了。穗穗，你终于叫妈了，我就说你会是我嫂子的嘛。这是江家祖传的信物，只传给儿媳妇。今天我把它给你。不，你既然叫了我一声妈，那就是我江家的人了。这只镯子就是你的。好，我收着。嫂子，嫂子，嫂子！不错，我很满意。你手上戴的是什么？不会又是江宗彦送你东西了吧？不是，是江伯母给的镯子。以前送你镯子，这次还是镯子。江家是不是只会送镯子？哥，你不要这么大反应。你等着！这是咱的妈妈留下来的，你喜欢哪个戴哪个，全部给你都行。咱不稀罕他们家的东西。哥，你这是在跟江家比谁家首饰多吗？我不管，反正你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周家拿不出东西来。哥，我喊了江伯母一声妈，你不在意的吧？她确实对你挺好的，喊就喊了吧。但你是我妹妹这件事，谁也改不了。当然。穗穗，我身体好着呢，就是最近有点咳嗽，不用这么大动干戈吧？上一世，伯母因为肺部脓肿没有及时发现，恶化成肺癌，短短几个月就……伯母，您就当我任性这一次，我就想带您做个检查，查完了我才能安心。您平时总说把我当女儿，那女儿带妈妈检查，您总不能拒绝吧？行行行，你说查就查。我的穗穗长大了，都会管着我了。家属请进。江夫人，您的肺部有一个新生的小囊肿，目前看是良性的，但尺寸不算小，我们建议尽快手术切除，以防未来有癌变的风险。没事没事，就是一个小东西，切掉就行了。穗穗，你别紧张。请问一下，手术风险大吗？大概什么时候能做？微创手术风险可控，建议1周内安排，拖久了确实有变化的风险。明天就可以先办理住院手续。谢谢医生。上一世您没能撑过去，这一世我不能再让您出事。明天我陪您来办住院，您放心，我全程都在。好，都听你的。燕哥哥，咱妈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全程在医院陪护的。燕哥哥，这次我可是立大功了，你可得好好奖励我哦。燕哥哥，网友们都说老男人会疼人，这是真的吗？继续汇报，老男人很不错。江宗彦这个不正经的老男人。手术那天我会来，带好我送的钻石。我这是做个微创手术，怎么感觉像要上战场了一样，还来那么多人？老婆，我就在外面等着，你放心。我知道。你别在外面又吓唬医生就行。手术要开始了，穗穗，等我出来了，你再喊我一声妈。
不会有事的。恭喜，手术很成功，囊中已经完整切除，江夫人很快就会醒过来。谢谢医生。岁岁，再喊一声。妈，好。请进。周特助，你还没吃饭吧？这是红烧小排，我早晨自己做的，你尝尝看。就当是谢你上次帮我。谢谢副总监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吃过了。下次我请你吃饭。周总，岁岁，副总监对你挺关心啊。哥，你别乱想。副总监长得帅，又是985学霸，还会做饭，简直是居家必备的好男人啊！周岁安，你脑子进水了！财务总监的位置多重要，你不知道？我跟他只能是工作关系。我就是担心得你嫁错人嘛。好了，我还小，不想谈恋爱。好。对了，西城这边的项目已经稳定下来了，抽个时间你去一趟海市，咱们与杰森的合作也该正式开始了。好。对了，这次副总监会陪你一起去，到了海市照顾好自己，有事给哥打电话。副总监，我妹妹交给你了，少根头发，回来我找你算账哦。多般配。多般配，般配，真是可笑。世界暂停，声音安静，只有你在我的眼睛，这一瞬间就已小心。林州，5分钟，我要知道周岁岁现在在哪儿。是，我马上查。好你个周岁安！周小姐今早飞海市去找杰森签合约，同行的是周氏财务总监傅杰和人事总监张亮。准备机票。明白，我马上安排。等等，再查一下，他们入住的酒店是哪家？懂了，马上去查。哎，你懂什么了？周岁岁身边总有人跟着，怎么下手？急什么？他总有落单的时候。跟上。江总，有人在跟踪周小姐。哇，这海景也太美了！这酒店还挺会做生意，布置的跟新婚房一样。哥，这里的海景好美，下次我带你来好好放松一下。喜欢就好。杰森的事情也很简单，也可以玩2天再回来。岁岁，你房间里怎么那么多花？哦，可能是酒店给的惊喜吧。哥，不说了，我要去洗澡了，热死了。酒店的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一个大男神住，弄这些什么意思？周岁岁是谁？是我。我说燕哥哥，
老男人果然是玩的花啊！听甜甜说，很多女人追你，你都无动于衷。你不会是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吧？你干什么？你说我干什么？我刚才就是瞎说的，你别当真。你说我喜欢男人，不喜欢女人。是甜甜说的，不关我的事。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到底喜不喜欢女人。大小姐，你在里面吗？我给你送东西来了。副总监，东西放门口就好，我现在不方便。大小姐，我不急，可以等你。穿成这样去见他，这衣服又不暴露。我给你拿一件别的。别动！怎么了？里面有我的别的衣服，我自己拿。江总，怎么是你？副总监这么晚了还在操心我未婚妻的事，是不是不太合适？江总说笑了，大小姐还没订婚，什么时候成了你的未婚妻了？据我所知，她连男朋友都没有，早晚的事。我是周氏的员工，照顾大小姐是我的职责。倒是江总，岁岁才20岁，刚刚成年，你一个大男人深夜待在他房间不走，传出去怕是不太好听。副总监这是在教我做事。不敢，只是提醒江总注意分寸。你们俩一直站门口干嘛呢？比身高呢？我给你带了驱蚊水、防晒霜，还有楼下景区的通票，可以玩海上摩的。谢谢副总监。让副总监费心了，岁岁妹妹有我照顾就够了，就不劳烦你了。接下来你的重心还是放在工作上比较好。原来江总只是把我们大小姐当妹妹啊。岁岁，那我就不打扰了，晚上我们等你一起吃饭。周总，大小姐似乎不需要我照顾，我可不会就这样认输。你抢人家东西干什么？我乐意。你干嘛？你要干嘛？给我吹头发？这够明显了吧？怎么，吹个头发就感动了？我想我哥了，他跟你一样也会给我吹头发。谁是你哥？江瑞田才是我的妹妹。不用你吹了，我自己来。我又说错什么了？你怎么还不走？我也有哥哥，不稀罕别人当我哥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听不听。难伺候的小祖宗。江总，你让我查的傅杰的事儿有进展了。他18岁之前的档案一片空白，被人为抹掉了。我怀疑他和江城傅家失踪的那个养子有关。傅家10几年前，傅家家主傅衍成亲自教养过一个养子，后来这个孩子忽然消失了。继续查一下这件事。另外，今晚约杰森吃饭的事安排好了吗？都安排妥了，杰森那边已经答应了。周岁岁，你跑不掉的。江总，您这是又被赶出来啦？有话就说。那个关于你俩房间相通的事儿，是酒店王总安排的。他跟您说，您之前说要把房间安排在周小姐隔壁，王总安排了给了8806和880报，也就是你们上次住过的房间号。但这2间房间经过了一些改造，房间之间有暗门相连，而且那些花瓣也是刻意布置的，是不是很有气氛？所以你觉得我需要一道暗门？而且为什么我的房间也有那么多花？他说，情侣不都这么玩吗？我听说你这个月奖金归0了，老板也是都这么玩的。
大小姐，杰森先生临时有约，可能得需要等到晚上了。查到他跟谁吃饭了吗？顶层旋转餐厅会员预约制，我们进不去。他应该是被别的公司半路截胡了。看来是有人想要半路结果杰森，得想个办法才行。燕哥哥，我等你好久了，你怎么现在才来？刚才为什么不等我？江总这语气是在撒娇吧？Hello，原来是燕哥哥约了对方，真是吓死我了。不对，他不会是要反悔，想独占杰森吧？他们说什么呢？互相打招呼，问最近怎么样。Guten Abend, wie geht es Ihnen？ 周大小姐，我们又见面了，你真可爱。好久不见了，杰森先生。想吃什么自己点。我去趟洗手间。刚才那碟鱼肉是副总监挑的，江总这也太狠了。杰森先生，我们之前说过的合作的事情，我们不是已经谈妥了吗？周小姐，请放心，我这个人是很讲诚信的。合作愉快。你们叽里呱啦半天，我一个字都听不懂。幸好杰森是个诚实的人，不然我都以为你要和我抢人呢。周穗穗，你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叫什么吗？什么？调戏、撩拨。我是个正常男人，真对你做点什么，到时候你可别哭。跑什么？不用你管。上来，背你回去。我还能走？要么我背你，要么我抱你，你自己选。大小姐，对不起了。该死的江宗彦！少爷，你明天不是还有个重要的会议吗？你要去哪儿？去海市！我现在就要去海市，再不拦着点儿，我妹妹就被那头大灰狼叼走了。江总，查清楚了，傅杰的档案被人为抹得干干净净，但有一条线索，当年江城傅家那个养子消失之前，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被保送去了华清大学。他进周氏，绝对不是巧合。继续调查一下，看看这个人背后到底是谁。我马上到海市。副总监，你替我盯紧江宗彦。我找一下8806房间的客人，要快！先生您稍等，我帮您联系一下。算了，我自己上去找。江宗彦，我妹妹呢？睡了。你把她怎么了？你是不是飞机落地的时候把脑子摔坏了？你妹妹在隔壁睡觉，你在这嚷嚷什么？少跟我扯别的！我妹妹来这里是出差的，你追到海市来干什么？你差点让苏婉毁了你的人生，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拿什么保护她？你去哪儿？你敲门的动静那么大，你妹妹该醒了。告诉她一声，这里没有结果。你！哥，你怎么来了？穗穗，哥哥担心你。哥，我都是个成年人了，你至于火急火燎过来吗？那可太至于了，毕竟你身边有一只大灰狼。把牛奶喝了，暖暖胃。穗穗，你跟他……哥，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相信我。他要是敢欺负你，我打断他的腿。
他不敢。你放心，他在我这儿不会受委屈。算你狠！周总，您到了。副总监，这段时间谢谢你照顾穗穗。应该的，周总。您之前说过，觉得我和大小姐般配，但我妹妹她心里好像有别人了。有别人了，那又怎样？哥，燕哥哥这次安排的酒店我很满意。你跟哥回唐城，我让你住更好的。他跟我一起飞回去，我叫了私人飞机，比你的航班舒服。姓姜的你！我说你们俩，一个是我哥，一个是……反正不准吵。唉，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张总，他身边人太多，下不了手。继续盯着，机会总是有的。这次他们让我在唐城的计划全部失败，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快呀！